当贝在今年的表现真的是让人亮眼。4月份的 X5 是首台搭载了 MT9679芯片的投影，还让6000元投影仪的亮度卷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6月份的 F6 是首台搭载了海思芯片的投影，并且支持 8K 解码，因为 LED 没有散斑，也成了同价位选购的大热门产品。那这次当贝又给我们带来了惊喜，这台就是首台搭载了 ALP 5.0 的家用投影机 X5 Ultra， 我们再也不用纠结要3色激光的色彩还是 LED 的无散斑，这是 X5， 这是 X5 Ultra， 不能说是非常的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遥控器这几代也都可以说是毫无改变，但从大家的反馈来讲，手感和侧边按键的体验都非常的优秀，倒也不需要过多的升级。但我还是想要吐槽一下这个外观，这也不能怪当贝，毕竟才时隔2个月。就像我这个视频，为了让大家首发看到，只有6天的时间体验拍摄加制作，而且平时我还要上班，还有其他的新机要测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当贝又一次抢先用上了最新的 ALP 5.0 技术，这是一种合光技术，那本质上也是3色激光，3色激光的色彩、亮度和 LED 无散斑、无彩边的特性合到一起，进行优势互补。因为注册了专利，别家基本上也无法复制，体验下来也非常的成熟，你甚至可以在设置里进行不同光源的切换 ，LED 混光、3色激光都可以。但相信我，千万别尝试别的模式。比较惊喜的是，融合了这么多光源，噪音、功耗和散热表现也都非常的优秀。系统方面也是目前最新最快的 MT9679，搭配当贝 OS 4.0 系统，9679提供了更强大的算力、AI 模块和超分辨率的支持，在操作界面导航时也非常的灵敏，尤其是搭配上了当贝 OS 4.0 系统，下拉菜单就可以切换到 U 盘和其他设备，非常的方便。使用方面，在 X5 那期也已经对比过了，日常关机会进入睡眠模式，开机只要不到3秒。连接方面依旧是满血 2.1 接口，该给的全部拉满，连内存也加到了6G。那这张图对比起来可能会更直观一些。亮度方面，我们使用高亮模式，其他设置默认 SDR 白色画面的亮度为211尼特，白色画面亮度排名第9名。为了避免误导，我这里加了一行备注，我们直接对比目前亮度最高的3色激光产品，因为 5.0 也是基于3色激光，又有 LED 光源的增益，让当贝这次又刷新了同价位投影仪的亮度。我们直接对比这张图的亮度差距可能会更直观一些。注意，本视频的所有对比都是基于 HDR 的前提下，目前看下来 5.0 技术确实不是噱头，亮度、色彩、画面上都表现非常的优秀，但没有宣传的地方是否优秀，相信大家从刚才的对比也都已经注意到了，这是不同模式的差异。可以发现亮度越高，对比度越难做好，尤其是这次还加上了 LED 光源。这里有个误区啊，因为环境原因，我们测的对比度都是顺序对比度，也就是开关对比度，仅代表全黑和全白画面亮度差距的倍数，一般就是黑位越亮，对比度数值越低。黑位亮主要体现在看 2.35:1电影时，上下黑边会比较明显，对画面层次感的影响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，更不是说黑位差就看不了暗场景的偏远。由于高亮度、高色彩的加持， X5 Ultra 在播放高亮度场景的片段时一样表现不错。拿我们常用的显示器来看，我这台 Apple Studio 的顺序对比度也只有988:1，上下黑边明显，但因为亮度比较高，加上没有反光，所以画面并不会出现灰蒙蒙的问题，并不是大家想的对比度差了1倍，画面就会非常的灰，层次感也差的完全没法看。出厂的几种模式中，影院模式的色温最准，但我个人还是更推荐使用亮度更高的高亮模式。你能看出来哪个色温更接近D65吗？如果不放一起对比，大部分人还是很难分辨的。说完了优点，我们再来说一些目前体验下来的问题。ALPD 5.0 虽然可以做到没有散斑，但离近看 RGB 汇聚还是有一点轻微偏移。移动机器时虽然也有无感自动对焦，但如果想要在自动校准下，还是会出现校准动画。对于不经常移动机器的用户，倒也没有什么影响。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 X5 Ultra 已经给到了 4K， 但锐化的调教还是这么的激进。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感觉，反正我个人不太能接受这种毛边感。通常我们只要适当降低锐化就可以，但 X5 Ultra 的调节只能使用自定义模式，那这里就建议打开电影制作人模式，你会获得一个更为舒适的调教，但同时画面的清晰度也会受到影响。这个时候如果近距离去对比画面，解析力还是会有一些差距。远距离对比虽然差距不是很大，但还是希望当贝后续能优化这一点。还有个非常奇葩的问题，打开了电影制作人模式后，图像模式就不能更改了，必须要修改图像模式再打开电影制作人模式，这个就非常的反人类。最后我们再对产品的优缺点做一个
个总结。产品到我手上的第一感觉就是亮度这次真的是非常的给力，又一次刷新了投影仪的亮度，也没有白色画面闪亮的问题，系统也是非常的喜欢。两边产品的色域其实是一样的，都能达到200的709、100的2020，但画面色彩的调教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当贝风格。我这台工程样机的饱和度还是有点偏高偏讨喜，听说目前已经进行了优化，上市后还会增加一个色域自适应功能，可以根据偏圆自动匹配对应的色域。最大的缺点还是对比度，在播放到大范围黑色画面时，暗部画面的亮度还是会有一些偏高，就像我们刚测的 W4000 一样。这台当贝 X5 Ultra 综合体验下来，产品亮度很高，也没有散斑，这么多的光源，价格也没有定得很高。对于想要3色激光的亮度、3色激光的色彩，还想要 LED 舒适的用户，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。产品还有 3D、壁纸、声音等优势，这些功能对我来说加的分数不会特别大，但还是那句话，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求3连，求转发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